又到了自己动手保养的时候了，给这台703做个首保，顺带谈一下体验感受，并检查一下全车有没有毛病。这台车目前骑了1400公里，前两天一直在跑山模拟中，所以说这个首保延期了，没有时间。然后这是用到的工具，机油是原厂送的，机滤也是。这个量杯是量机油量的，然后这是随车带的工具，然后这个是拆这个机油滤芯用的。好了，就这些工具，开整。具体教程我就不说了，官方 APP 上有这个详细的教程。我们下面开始整。原厂带的这个套筒，这是17的，套不下去啊，还得准备一个17的扳手。好，视频能看到这，我就开始讲点干货。那些上来就划走的，我也不想说给他听。话说，陶老板微博说要让每一名703F 车主满意，是他们必须达成的目标。那陶老板既然发话了，今天我这个盛世水军要来吐槽一下不满意的点。好的坏的都说才是一名合格的水军，不然就成宗教粉了。按键问题，盛世官网现在还挂着按键的宣传图片。采用荧光点胶工艺，实现制服夜间自发光，一眼入迷，无所畏惧。说实话，没觉得哪里迷人，没有背光就算了，你说的荧光在哪？这是不是虚假宣传？网上说的按键布局使用不方便，其实还好，有个适应时间。但这个远光灯按键是真的误碰无数次啊，好难适应啊。反光镜在4到6千转时糊得厉害，这点尤其对于我这样眼睛闪光的人来说，在晚上真的有点难受。后摄像头在灯光不足时受后尾灯影响较大，一大片泛红。今天全车检查下来，包括龙头锁也冲了，其他问题也没有发现，可能是我骑的公里数少。我不是专业的测评人，只是作为一个真实的车主分享下真实体验。703总体来说还是满意的。平心而论，这个价位，国产进口都算上，有一个算一个，哪个车比它强？硬要4万多的价格提20万的要求，老陶也做不到让所有人都满意。也没有哪个企业老板能像盛世这样注重用户体验。今天我也是鸡蛋里挑骨头，就像陶老板微博里说的那样，是用户对盛世的高期待、高信赖所致。如果说哪个国产品牌能崛起，我一定会说盛世。这在703F 开售之前，我的视频就有说过，盛世一定会成为国产的一匹黑马。多少年了，国产终于出了一个像盛世这样用心造车、重视用户体验，不请一堆网红忽悠傻子，不生产一堆工业垃圾，把他的客户当人看。就算你是二手车主，也不计成本给你售后。他不像其他国产那样只会逐利，靠营销只能火一时，靠口碑才能火长久。这也是我自愿成为盛世水军的原因。刚接触时，我也经常骂垃圾盛世，随着接触的久了，态度也慢慢转变了，给盛世一点包容，真的感觉到他尽力了，用心了，也不要一直盯着他的缺点看。现在太多人拿着放大镜在找他的缺点了，就等着看他的笑话。甚至我身边人还分享我盛世的负面视频，仿佛在说，快看，你买的垃圾国产出问题了吧？是，我承认，它有缺点，但没人在意盛世有多努力去整改。太多人把绝大部分注意力放在它的缺点上了，而忽略它有太多的优点。就像过去大家只盯着刘翔奥运会失败那一次，骂了多少年，而忽略他拿了多少次冠军。甚至很多人试都没试过，实车都没见过，看见几个发这车毛病的人，然后就迅速传播，无限放大，就人云亦云的说这车就是垃圾，都有毛病。机械的东西都有个故障率，麻烦你去体验下，试试看，是靠网红吹起来的产品，还是靠真实车主实打实积累起来的口碑。如果老陶哪天充值了，我第一个远离盛世。盛世真的太难了。如果一辆进口车坏了，你可能会说运气差，真倒霉。但盛世坏了，你可能会说垃圾国产。也不愿别人这么说，我也理解，国人也是被国产车伤怕了。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待，少一些偏见，多一份鼓励。愿盛世越来越好，成为国货之光，加油！